你也曾经为了一段感情而迷失自己吗？根据儿盟2025年调查，有 24.2% 的国小生想谈恋爱，而每4位小学生里就有1位曾有恋爱经验，比例随着年龄攀升。在懵懂的年纪里，他们学着爱人，却也可能在爱情的名义下受伤。在迷惘中，他们选择放学不回家。他是我国中的学长，然后比我大2届。一开始是在网络上认识，后面约出来见面之后，越来越熟悉，最后在一起。原本觉得被学长喜欢很开心，但是没有想过后来会变成这样。第3个月到半年的时候，开始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他控制欲很强，就是一开始很会管穿搭，然后到后面是连化妆都不行，也不会带我出门。然后遇到他的朋友，我还要躲起来，因为他很怕我被其他异性看到。后来他因为一些原因休学在家，情况就变得更严重。他开始会看我的定位，然后问我在做什么，就要马上拍照回报。可能社交平台上面就是也不能有男生的朋友这样。他很害怕我跟其他男生接触，然后甚至叫我不要去读高中。我知道他是就是很没有安全感，但他这样做就是让我觉得压力很大。那个时候遇到会考，然后怕影响到考试的心情，就觉得先不要分手比较好。不是每段恋情都有美好回忆。根据儿盟调查，曾有负面恋爱经验的儿少占 65.6%。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，有 6.6% 曾被要求亲密的互动， 3% 被对方用自杀、自残恐吓，甚至是索取私密影像。我一说分手的话，他就会开始威胁我。一开始就是说要自残，然后到后面发现没有用，他就是说要来我家堵我之类的。上学都蛮害怕的，就是甚至问家人可不可以陪我一起走到公车站。最后是到上了高中才真的分手。一方面是因为他可能觉得换了全新的环境没办法再控制我，一方面是他没那么喜欢我了吧，我觉得。其实很早就有发现问题了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鼓起勇气提分手。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比较好。陷入焦虑的小枣曾经尝试求助，但似乎没有找到好的方法。面对最亲近的家人，小枣有过诉说的念头吗？不太会跟家人讨论这段感情，因为他们其实很不支持我谈恋爱，然后只要稍微提到就会大吵架，所以就比较没办法开口。虽然找过学校的辅导资源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多帮助。当孩子在情感世界里探索，家长的态度会影响孩子分享的意愿。根据儿盟调查，会主动和家人分享交往经验的儿少只有 23.6%， 甚至有将近 16% 的孩子不愿和别人说，显示仍然有不少孩子在恋爱中遇到挫折，是不愿询问大人，只靠自己面对与处理。还好那个时候有朋友陪我，然后听我诉苦，才让我没这么害怕。小枣那时候心情不好，我就会陪他吃晚饭，或者到公园散步，陪他散心聊天。我就很高兴，他现在终于摆脱他前男友的掌控。最一开始听到他有这段遭遇的时候，其实蛮不舍的，但是看到他现在就是终于放下，就觉得很欣慰。小枣和朋友一如往常到公园散步聊天，对于走过这段风雨的2个人，内心一直有话想和对方说。你要先念吗？你先。好。还记得国中的时候，每天都因为前男友的关系很不开心，一直被控制，然后也拖累到你们，让你们陪我拍宝贝照，但你们都没有骂我，还是愿意陪着我，和我一起吃饭、出去玩，然后安慰我说没关系，等考完试再来好好处理这段关系。虽然经常抱怨他，但你们也都不嫌烦，会认真听我说。遇到你们真的很幸福，然后也很幸运。希望未来的我们都能够遇见更好的人。
还记得之前那段时间，你每天都难过到不行，我只能默默陪在你身边，听你回忆你们的故事，偶尔安慰你一下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你伤心的频率越来越低，我觉得很欣慰，也觉得你很勇敢，能放下一个曾经很爱的人，独自重新出发面对生活，是很厉害的一件事。以我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，但也很开心，因为这样你变得更坚强。也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，现在的你也已经遇到一个好对象，希望未来的你能永远幸福。青春期的爱情本该是美好的探索，但现实中却有太多青少年在关系里受伤。他们需要的是大人温柔的倾听和引导，以及学习如何在关系里设定界限，互相尊重。唯有如此，每一段青涩的感情经历才能真正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珍贵的学习，而不是挥之不去的阴霾。